有日本的军事专家表示，一旦台海有战，日本介入，日本海自可以复刻当年的偷袭珍珠港战术，用轻型航母和 F-35B 对中国发起隐蔽突袭。一起来看看详细情况具体如何。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财虎，我是虎妞。尽管名义上叫做日本自卫队，但稍微懂点军事的军迷朋友肯定都知道，日本这所谓的自卫队哪有什么自卫队该有的样子？军费开支年年走高，一路飘红，一帮子右翼日本政客整天满脑子想的都是给自卫队松绑，变着法儿的绕开各种限制框架，想让自卫队拥有更强大的武力。因为是战败国身份而不被允许拥有的进攻型武器也要大力发展。在此种情况加持下，日本自卫队基本各方面的硬指标实力在近些年来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其中尤其以日本海自的发展最大。在用文字游戏搞换名戏法建成的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稍加改装，终于摇身一变成了搭载 F-35B 垂直起降隐身战机的轻型航母之后，日本某些军事专家就情不自禁有些飘了，开始得意忘形起来，甚至开始纸上谈兵似的去搞一场针对中国的突袭推演。推演使用的战术更是让人看后想笑，基本和当年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美军珍珠港是如出一辙。按照日媒报道消息中提到的说法，一位叫做文谷树重的日本军事专家最近这2天搞出来一个很有噱头的文章。其在文章中表示，日本海自在拥有了搭载 F-35B 的出云号轻型航母之后，已经具备了对中国展开突袭的能力，在随时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中，可以助美军以臂之力去保护台湾，对解放军展开军事行动。具体的战术便是使用出云号轻型航母搭载一个机队的 F-35B 垂直起降隐身战机，绕行西太平洋，沿路穿过各种复杂的航线抵近中国近海。途中要格外注意，不能被中国发现，要避开中国的各种水下、水面、空中还有太空卫星的监视侦察，如此才能起到猝不及防的突袭效果，打解放军一个措手不及。在经由菲律宾西南部海域进入苏拉威西海后，即在这里选定出击位置，放飞搭载空射巡航导弹的 F-35B， 对解放军设在南海周边的军事基地、航母母港展开隐匿突袭，目的是击沉解放军停泊在港内的军舰乃至于是航母，破坏基地和港口的基础设施设备，使其瘫痪，无法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投入使用，从而斩断解放军海军和岸基航空兵的一部分行动能力，为美日在台海的军事行动创造契机，争取时间。这个战术推演看下来，已经不能说是和日本联合舰队突袭珍珠港的行动相似了，这简直可以说是完全一致，就是个突袭珍珠港的2021现代复刻版。有一说一，日本这位军事专家也真是敢想敢说，毕竟吹牛不上水。其在文章中只是轻描淡写的将途中要格外注意不能被中国发现这个关键问题一笔带过，根本没展开细说。虎妞这就给大家分析分析这个最关键的问题有多离谱。解放军的区域拒止反介入战术经过了多年来的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体系支撑。这不是说出云号航母单纯躲开1-2件侦察兵器就能解决的问题。水面以下有中国的各种无人潜航器，中国海军的各型潜艇，还有定点投放的海洋监测设备，形成了一个游走加固定的水下侦察网。水面以上就不必多说了，中国海军的各型号舰艇在家门口近海的侦察游走非常严密，并且规模庞大，对敌人可能搞突袭的重点海域，派舰艇进行重点监视是绰绰有余。再往上到空中，且不谈有人机前出进行空中侦察，单说无侦7和无侦8这2款性能出众的无人机，前者高空高续航，侦察范围极广，前出距离可覆盖整个第一岛链之内，活动范围远比 F-35B 的作战半径要高。后者则是高速高生存性的高超音速无人机，并且可以由轰6系列轰炸机进行机载空射，更加拓展了活动范围和战术选择上的弹性多变。侦察距离甚至比无侦机还要来得更远。更进层到太空，中国的光学侦察卫星网络早已具备全球重点地区半小时重访能力，也就是说，对重点高危海域1小时就能连拍3次卫星照。日本海自要觉得自家航母跑得比卫星还快，
半小时内就能在某一片海域中跳出光学卫星的视距范围的话，那只能说日本人可能是掌握了外星科技，差不多快要造星际战舰了，船可以飞得比战斗机还快那种。以上说的这些侦察方式是解放军近些年来区域拒止反介入战术发展的重点。这套东西其实是给美国海军准备的，但是如果日本海自真要按照日本专家分析的这样想来试试，那对号入座，把出运号这小不点儿航母给装进去也不是不行，实际拿捏起来也比对付美国海军的超级航母容易得多。以上虎妞给大家提到的这些解放军的立体侦察手段，粗略一算差不多就有6种以上，涉及10几种不同类型，但却可以相互配合，使得效能翻倍提升的侦察装备。而一旦日本海自的出运号航母被这些侦察装备中的任意一种发现，等待它的将会是岸基航空兵、舰载航空兵、水面水下舰艇，再加上陆基反舰弹道导弹、陆基高超音速导弹的联合绞杀。试问出运号有几条命，能扛得住这种连美国海军都自认为扛不住，在作战推演中根本不敢进解放军射程之内的多兵种联合精确打击？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和各种军事科技、新型装备发展的日新月异，今日的现代战争早已不同往昔。想要在中国这样重点发展各种对海侦察手段的军事大国面前，搞几万吨的大型水面舰艇隐秘突袭这种事儿，虎妞只能说日本专家要么就是清酒喝多了，没下酒菜吃，有点上头，要么就是个一点军事常识都不懂的假冒伪劣，才会自信到觉得一艘几万吨的轻型航母可以完全躲开避过多种立体侦察手段、10几种不同活动区域侦察装备的眼睛，跑到世界第3军事强国的家门口搞偷袭。至于行踪暴露被发现之后，那接下来的事儿就不用说了，无非是猜测出运号精确到多少秒，彻底沉没的竞猜游戏，仅此而已。